大家好，关于百香果多久可以开花，众说纷纭。印象中是上棚摘心后没多久就会开花了，懒得回溯过往种植的季节哈。只是这株在近2个月前种植后呢，目前已经开始要开出花苞了。而这种种植在日照充足的位置，生长还会更快。这个位置呢，在刚移植时，一旁就有砖墙挡住日照，所以前期虽然天气比较热，却反而吃不到日照。而唯一跟过往比较不同的种植地呢，这砖瓦围出的地面也是水泥地啦。在种植前，在巢内的底部铺设了发酵后的甘蔗渣。以上是种植环境的背景说明。由于藤蔓类种植习惯是棚下不留侧蔓，除了有养精、储存养分的效果，棚下的空间也会比较好活动与利用。尤其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趋势非常明显，不怕热的百香果生长在棚上就有自然遮阳的效果。加上家庭种植的话，百香果也可以当作多年生的植物啦。这样下方的闲置空间呢，就可以有再种植其他作物的安排。因此才会将百香果的种植槽独立出来，以避免根系互相干扰。而依据嫁接的习惯，会采用已经开始结果的果树进行嫁接。这样可以提速，让百香果快速结果。因此，将棚架下方的侧蔓都修剪掉后呢，已经要开始开花的枝条，若是觉得修剪掉可惜，就可以拿来做扦插的材料。修剪完毕后，顺道将棚上的主蔓进行摘心，将顶芽优势移除，可以促进再长出更多侧蔓。因为长到棚架上后，已经可以有更多的日照。虽然要入冬了，但是叶片生长的速度一样可以很快。至于扦插的枝条，优选健壮的枝条，枝条的粗细并非唯一考量，太末端或是比较软弱的枝条就先不考虑了。而要进行扦插的枝条，最好至少有保留2个以上的芽点。有芽点的枝条长叶后会比较容易拉动根系的生长。不会判断芽点的话，保留叶片就可以了。在叶片生长的底部，通常会有新的芽点长出。依据过往的经验，在叶片底部的地方呢，若是刚好有要冒出的小芽点，感觉上扦插的成功率与速度可以更快，这样也会比较容易判断扦插后的生长进度。在进行扦插前，先来看一下丝瓜的生长。虽然台风过后日照比较少，大都是阴天，然而开花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变少。摘掉叶片与趁机修剪末端的藤蔓，除了降低丝瓜的负担呢，也可以让棚下有透光的效果，来降低土壤的湿度。而这棚下的种植槽内呢，有软梗大蒜、青葱外，也扦插了忘记撒种育苗的灯笼果，只好采用扦插与种子育苗双头并进的方式。这个台风虽然感觉农损不大，但是整个种植节奏被打乱了，整个时程也被卡住了。比较特别的插曲是用大袋子装的菜籽呢，还被吹得院子到处都是小包装的菜籽。比较离奇的是大袋子却不翼而飞，直接是很快速的帮忙消化掉未知的菜籽。而在丝瓜棚下直接进行扦插，是因为这槽内的土壤也很特别。因为低日照的缘故呢，土壤可以长时间维持
湿而不黏啊。在阴凉处进行扦插，不用担心成功率啊。比较需要伤脑筋的是，要找适合移植的种植空间啊。尤其这还需要搭配棚架哈。反正先把幼苗准备好啊，这在整地时再纳入种植考量，慢慢思考就好了。时候到了呢，自然就有解决的办法。而这合并的棚架下方，原本种植的多种作物啊，一开始是因为雨季，又是新整理出来的菜地空间呐，因此就先种植蝸牛不吃的作物，青葱跟韭菜。比较高的位置还种植了奶油白菜与四季豆。四季豆在台风来临前已经要开花了。只是花被雨水打掉了，再重新开花只是晚几天，倒是还好。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此处蝸牛出现的机会已经变少了，因此开始换冬季作物了，让结球莴苣进场挑战看看。结球莴苣只要度过前期，蝸牛大概就不吃了啦。这比较小的幼苗是种盛的。就尝试看看此处的菜地啊。另外，有些韭菜则移植到前院去了。韭菜对于土壤的种类要求比较低啊。目前前院的土壤比较湿黏，整出的新菜地就让韭菜尝鲜哈。而这一组棚架呢，在百香果还没有爬过来之前，就又继续播种四季豆。粉圆豆今年就不种了。四季豆的藤蔓与叶片比较细小，同一个位置可以同时播种2颗种子啊。往上爬之后也不会太过于紧密啊。另外，今天则先在别处进行皇帝豆育苗。皇帝豆的种子比较大颗，生长所需的空间也比较大。先进行育苗。再移植会比较方便管理。种植皇帝豆的故事呢，也算是有点特别啦。由于松鼠肆虐亲戚都不想种啊，但却很想吃啊。而此处也有一只松鼠到处乱窜啊，只是前阵子可能是下来偷挖木薯去吃啊，结果被放风绑不到的惊扑杀了。双双应该都从前院菜园站到水池里啊，个人只看到都是泥巴的松鼠尸体被摆放在院子上啊，而狗的身体也全身是泥巴，累得趴着睡觉应该是激战了好几回，这也是分派到种植皇帝豆的原因啊。而2组菜床连结起来的方式呢，顺利挺过台风之外，下方还是可以种植一些作物的安排啊。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谢谢收看。